城市经纬，纽约冠绝全球世界第一城启示录。要问现在地球上最具影响力的城市是哪一座？不消说，估计各位心里都各自有了几近相同的答案。100年前是英国人最早提出世界城市的概念，最具全球影响力的超级城市。在过去的100年，纽约、伦敦一直稳坐前2把交椅，迪拜、香港、东京、新加坡、巴黎紧随其后，北京、上海正在崛起。那么我们如何定义世界城市？先让我们想象一下，一座世界城市需要具备哪些能力。首先，它得是金钱的中心、人才的中心、潮流的中心。其次，不光要自己强大，还要与世界紧密相连，装得下世界的城市，才能称得上是世界的城市。集合这些纬度去挑选超级世界城市的候选者，或许纽约就是一本鲜活的样本。纽约400年，纽约地理位于美国东海岸的纽约州，由曼哈顿和周围4个区组成，是美国人口最多、经济最强的城市。截止目前为止，纽约的总人口是839万，约等于1/3个北京，面积1000平方千米，约等于1/6个上海。GDP 居世界城市第一。让我们将时间倒回400年前，中国处在明朝末年，英国刚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，初登世界霸主。哥伦布第一次直接接触发现美洲大陆，彼时整个美洲大陆都是一片荒野密林，更别谈什么纽约。就这样，纽约的故事线从1609年的荒野森林开始，延续到2024年的钢铁森林。纽约的诞生可以堪称一笔历史上最划算的交易。1626年的时候，荷兰人仅花了60荷兰盾，大约6000人民币，就从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手里买下了曼哈顿岛。纽约始于一张廉价的卖身契。1664年，英国再次夺走这片土地，纽约公爵将它重新命名为新纽约，并预言：陛下，这将是您在美洲最伟大的领土。当我们回望15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的时期，往往会被殖民掠夺这一叙事主导。实际上，在地理大发现的过程当中，价值体系的传递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。随着传教士、航海家等欧洲开拓者们的足迹遍布全球，西方文明中的自由精神、对个人的权利的尊重以及契约意识，开始在被接触的广袤土地生根发芽。同时，纽约天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未来它的400多年。纵观整个世界近代史的发展和致富道路，都建立在海运上。这是那个时候最远路程，也是最具开拓性的贸易往来路线。主要的国家为寻找新的贸易市场，通过海上的贸易开拓了新的天地。财富和货币的流通性推动了资源交换和经济的发展。可以看到，那时候几乎所有的超级城市都是港口城市。纽约是世界罕见的巨型天然港口，在地理位置决定命运的时代，自然而然的就成了连接欧洲和北美的首要贸易枢纽。
疯狂向上的纽约。二战后，美国取代了被战争消耗的英国霸主地位，纽约也自然取代了伦敦，成为世界第一城市，深刻地影响着近百年的世界格局。一座城市最赤裸裸的炫富，在工业发展的时代，就是高高在上的摩天大楼。现在的摩天楼已经不稀奇，但是纽约才是摩天大楼的时代发展最初的建造狂魔。因为纽约岛无比狭窄，无法横向扩张，那如何容下来自世界各地不断膨胀的欲望和财富？只有不断的叠高。远望纽约市，好像一座树木被斩了手的大森林。而且表面都是光光的，好像森林的树木被扒了皮，去了枝叶。在1931年的时候，帝国大厦的落成，它是保持世界最高纪录最久的建筑，今仍是纽约旅游的首选目的地。它也是世界第一座钢筋混凝土建筑。清朝的大臣李鸿章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。他的自传不免各种唏嘘感慨，特定的历史局限决定了他的复杂性、悲剧性，但是他依旧是中国晚清时期的重要的政治家、外交家和军事的将领。早年间，他访问美国，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对美国的一切都很喜欢，最令我惊讶的是20层或者更高的摩天大楼。我在大清和欧洲从没见过这种事物，他们能抵抗狂风吧？”一代代的美国移民都在野心勃勃地打造这座未来城市的天际线，纽约依旧在吸引着全世界的人群。楼房也越来越高，楼宇间的间距也越来越小。曾经世界上16座世界最高建筑，纽约包揽了10座，如今有6000座以上的高楼。如今中国迪拜后来居上，纽约也算不上是世界最高，但依旧是摩天大楼群的溯源地。星星之火，移民。电影《海上钢琴师》曾经有一个经典的画面，画外音便是每艘船上总有那么一个人会最先看到自由女神，喊出那个让整艘船都沸腾的词。纽约是全世界人口最丰富的城市。纽约人口的37%出生在外国，而伦敦只有36%，东京更是只有可怜的3.9%。中国最洋气的上海仅有0.88%的外国人。从人口来源的分布上，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市的真实的流动性与包容性。纽约的居民来自190个以上的国家，说着200种以上的语言，还不包括非法居留者和每年6500万的游客。他们背井离乡来纽约寻求庇护，寻找梦想。不可否认，纽约完全是一座完全以移民建立起来的城市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。世界各地的移民都像潮水般的涌入纽约。你可以说所有的纽约人都是移民，无论是意大利来的裁缝、中国来的学霸、法国来的艺术家、印度来的码农、中东拉美的难民、犹太裔的商人、美国中部的小镇姑娘、贫穷的白人工人，还有黑人歌手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：纽约客。来自世界各地、拥有不同肤色、国籍和信仰的移民们，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他们的新家园。
正是这些多元文化的交融，使得纽约这个大都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街区文化。小德国、小意大利、小西班牙、小非洲，而唐人街更是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完美的结合。纽约拥有4000座各式各样的教堂，这些宗教场所不仅为信徒们提供了精神的寄托，也成为了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每座教堂都具有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历史背景，它们不仅是信仰的象征，更是纽约多元文化的见证。纽约目前也是中国人的第二异乡，华人已是其第二大移民居民构成的群体，共计73.9万的华裔生活在8条唐人街。纽约是亚洲之外最大的华裔聚居城市。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想要有所突破，终归要去纽约镀个金。比如陈凯歌、陈丹青、谭盾、阿城、严歌苓，而后则是张朝阳、李彦宏这一波互联网的青年。1981年的时候，是美国首次在中国举办托福考试。以北京为例，当年参加者为285人，1985年上升为8000人，1986年达到18000人，1989年全国的考生就有4万多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赴美这一潮流并未消退，反而在新一代的留学群体中继续蔓延。美国移民政策再苛刻，事实上，中国赴美留学生最终80%左右都想办法留在了美国，尤其是留在了纽约。尽管这里拥有世界上最脏乱、最差的、最多的地铁线路，尽管这里的房价世界前10，租金世界第一，在这里生存996、招薪、流浪汉、自由、拥挤不堪、乱穿马路、混乱，似乎都可以是迷人的一部分。纽约从骨子里欣赏移民，认同移民的价值，移民也心甘情愿地去成就这座伟大的城市。当然，纽约对移民的包容不是天性，而是有意识地去坚持。毋庸置疑，世界的中心首先得是金钱的中心。400年来，纽约一直在和全世界做买卖，全世界也渴望和纽约做交易。纽约曾是世界最大的贸易港，从最初把生态的资源、兽皮、木材、面粉卖给了欧洲，换回了黄金、纺织品、糖和黑奴，发展到建立金融市场，逐步成为了世界的金融中心，建立游戏规则，掌握了世界贸易的主动权，开始转而将高利润、高科技的产品和成熟的金融服务卖给了全世界。在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之后，喜滋滋地向世界各国发放贷款，成为世界的债主，促进发展经济，推动全球合作与繁荣。今天的纽约汇集了太多的历史悠久的财富。纽约稳坐世界城市的首富，目前它拥有全国最多的亿万富豪，全球最大的金融业以及成熟的证券交易市场。纽约的老钱当属摩根家族、洛克菲勒家族、范德比尔特家族等等美国寡头，他们站在全球资金链的顶端，翻云覆雨，而他们也曾是移民。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很强势，但和纽约相比，差距还很明显。上海的 GDP 目前可以排进世界的前5，力压伦敦，体量也足够大，港口的交易丰富，
但基于历史发展的顺序，纽约是在和全世界183个国家做买卖。上海除了和美国做生意外，主要和几个亚洲的兄弟欧洲做买卖。纽约或许未必是财富发展的源头，但是一定是财富攀登的最终目的。也许世界上最牛的大学、最赚钱的公司都不在纽约，但是全世界的人都渴望去纽约创业，或先在硅谷创业，再终究去纽约上市。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样，他们梦想有朝一日去华尔街敲钟。原因很现实，全球最吸睛的金融市场都在纽约。最完善的法律、会计、监管体系都在纽约。纽约不光自己有钱，还影响着全世界的人民赚钱。纽约的金融危机会直接引发全球金融的海啸，而且这一切都是自愿绑定。金钱缔造现代艺术之都。根据《独立报》的艺术市场报告，纽约是国际艺术贸易的先驱者。报告指出，在2019年，美国在全球艺术市场销售中占据44%的份额，而仅纽约市就贡献了其中90%的交易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众多的艺术拍卖记录均诞生于纽约。金钱产生美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全世界重金采购全世界的珍宝。画廊、古董画、拍卖行，拿着美金笼罩世界各地的艺术家，在金钱的作用下，没办法，这很现实。现代艺术中心很快从巴黎转移到了现代的纽约。无论是贫穷、混乱还是叛逆、自由，都能产生美。波普艺术、抽象表现主义绘画、实验音乐、后现代舞蹈、垮掉派艺术、激进的社会实验等等。纽约几乎是先进艺术的发源地。纽约人开始变成了艺术的开创者，创造文化的符号。90年代，鲍勃·迪伦凭借着600多首极具史诗性的流行歌音乐诗篇，高达1.25亿张唱片的销售量，被视为美国战后婴儿潮一代的精神代言人。精神国度的首脑，追随者中不乏约翰列侬、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大神，是偶像们的偶像。伍迪·艾伦开创美国电影的新浪潮。麦当娜在时代广场大喊：我要征服全世界。那时候的纽约仿佛在癫狂发展时代，充满了神经亢奋、颓废堕落、集体歇斯底里或者疯狂的梦幻之中。没有纽约的美国电影更是不完整的。很多涉及追求梦想的话题，核心永远是纽约。那些年刷过的美剧，最爱的还是美剧之王《老友记》，其中讲的故事就是纽约。播出10年，观看量超100亿，美国人自己都没有中国人看的次数多。一座城市有多少辉煌的背后，就有多少的黑暗。时间的长河里，纽约早就被摧残了千百次，或许融于大火、罢工、恐袭、经济大萧条、黑帮、金融危机，在一次次的摧毁中，一次次的重构。世界上火灾最多的城市就是纽约，每隔30秒钟就会响起一次火警。纽约在痛苦野蛮的生长和混乱中深刻的呼吸。人类最丑陋的面目和不堪的时刻，纽约全有。作家查尔斯·狄更斯在美国杂志里写道：黑帮、妓女、贩毒、敲诈勒索、赌博、流氓、强盗、小偷，
人类最丑陋的一面都写在了这里：官员的贪腐、贫富的分化、中产的焦虑、雾霾、垃圾围城、食物中毒，中国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很多毛病，纽约全都一一经历过。911事件是纽约现代史上最惨烈的灾难，纽约人因此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每次的灾难、撞击、反叛都让纽约的内核变得更加稳固和丰富。如果纽约是一个人，他应该是极富才华又超级的勤奋。他必须物质繁荣，但是重要的是精神丰盈的。他也必须饱含锐气，但心底是敏感又柔软的，因为他能容得下所有。根据福布斯排名，纽约目前有110位亿万富翁，总资产达到前所未有的6940亿美元，较去年新增了9位。平均每24位的纽约居民中就有1位百万富翁，刷新了纪录。2024年，亿万富翁人数增加141位，2/3成员财富增长。全球2781位超高净值个体，近一半居住在美国。纽约的哈德逊广场、翠贝卡和上东区是最富有、最受欢迎的社区。前市长迈克尔·布隆伯格是纽约最富有的居民之一，净资产1047亿美元，这使他不仅成为了纽约市最富有的居民，也是美国排名前10的富豪之一。纽约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库，位于曼哈顿自由街33号，位于海平面以下80英尺处，保管着49万7千根金条。如今吸引超级富豪们汇聚于此的因素，似乎主要是其卓越的金融前景和前沿的商业机遇。对于更多新移民者而言，这里还具备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以及更丰富的国际就业机会。在这个文化独特、不断打破纪录的文化大熔炉里，无论是商业、金融、科技、媒体、艺术、联合国总部、自由女神、帝国大厦、时代广场、华尔街、中央公园、百老汇，纽约的多样性依旧是无穷无尽的。它是求知欲、自由、财富、创新精神的沃土，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。尽管现在的纽约，财富、梦想与机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，纽约被誉为世界之城，其重要性超越了美国的本身，影响着全球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等方面。纽约是一个值得人们前来探索体验的城市，也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。一个城市，一个地方，除了高大上的现代化模样外，吸引人的还有一种软实力，映射着纽约精神的人文状态。作为拥有顶级商业、金融、艺术、时尚资源的大都会，比起这座城市的灯红酒绿，更让人们倾心的是它充满了浓厚氛围的人文气息。每天在这座国际大都市上演着各种爱恨情仇和奋斗求索的戏码。1982年56岁的木星来到纽约，成为了一名纽约客，而在这里一住便是20多年。木星在文学回忆录里说自己是散步散得远了，不知不觉就到了纽约。
纽约街头的公共场所随处可见装置的艺术，墙上壁画和视觉海报，甚至包括高级餐厅和酒店以及普通咖啡馆里，也都有店主收藏的艺术品挂在餐厅的墙壁上。在纽约，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各种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品，他们对艺术的态度是尊重、多元和开放。中央公园里最吸引的是一排排普通的长椅，确切地说，应该是椅子上那些铭刻在名牌上的言语。这些话语真的让人感动，感受到诸多家庭相伴一生的欢喜，也感受到人总要面对死亡与离别的沉重，好像在匆忙的城市里，丛林里有个地方让心灵停住。木心还说，欧洲适宜怀旧、消闲、享乐、沉思、颓废。美国之美，在也不在招，在整体不在细节，在利用不在钟情。如果有一座城市可以给予人们梦想与活力，或是哈姆雷特市，应该说的就是纽约吧。400年后的纽约已是名副其实的大熔炉，在这里你会听到西班牙语、法语、普通话、阿拉伯语等超过700多种语言。你能找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风味餐馆，川味火锅、日韩料理、意大利披萨、黎巴嫩烤肉、突尼斯炸鸡、东南亚菜、加勒比街头小吃。丰富多元的美食成了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通用语言，每一次点餐都是一次次饮食文化的味蕾邂逅。然而，纽约并不只是光鲜的，它也有令人心痛的灰暗角落。纽约的辉煌从来不是免费的，它在灿烂的灯光背后也藏着无数人的孤独与挣扎。纽约的街道永远不会安静，白天地铁里面永远有演奏者拉着小提琴，夜晚救护车的警笛划破空气。你会看到西装革履的上班族在第5大道疾走，也会看到地铁口流浪汉铺着旧报纸入睡。冬夜里的地铁金属椅子冰冷刺骨，但总有人睡在那里。街边的教堂门口总能看到人排队免费领取的食物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们依然仰望着同一片城市的灯光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纽约才如此的真实。在这里没有什么不能做的，但也没有什么是容易的。梦想被无数次打磨，有人因此闪光，也有人就此沉默。也许走过400年的纽约，它的魅力就在于高冷与灼热并存，嚷闹与去静交织。400岁的纽约向世界发出的邀请函永远是带上您的梦想、口音和胆量，港口永远有空位。当然，这座城市也有它非常突出的阴影面。惊人的贫富差距，生活成本极高，住房问题日益严重，基础设施老化，公共服务质量参差不齐，高压力的快节奏环境中，工作生活的心理健康问题等等。但是纽约又是独一无二的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。